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来自灵猫的简讯，或者是来自猫灵的简讯。那这一期占卜呢，我们其实是一个传讯的一个主题。今天呢，我们想要去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自于猫猫之灵。那么这个能量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指导灵，或者是守护灵，或者是守护灵兽。那又或者是说呢，来自于你的小宠物啊。如果你的小宠物是猫猫的话，那正好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也许它想对你说，或者是它想给你的一个提点是什么。那如果说以上呢大家都没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呢，其实就是来自宇宙的声音 ，OK？ 来自宇宙的声音，来自猫灵的简讯。当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话语，想通过猫猫的能量传递给你。好，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能量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情景，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传讯，我们的简讯，完全是因为大家的能量所以呢，我们今天做的是能量收集在你面前呢有3个不同的牌组能量，我们每一个牌卡呢其实是用来收集当前呢我们这一期你会过来，就是大家会来听的这些朋友的能量的一个集合体嘛。我们来看一下，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那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这个小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向日葵今天的这个第一组牌卡能量是向日葵。然后呢，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是这个爱心，是这个爱心好。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的能量小物是这个青蛙王子第3组牌的朋友是这个青蛙 ，OK， 好。那为了方便呢，你们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来自猫灵的简讯是什么？当下宇宙你有什么样子重要的传讯想要去给到我，去帮助我、指引我，或者是疗愈呢？请宇宙给出能量，请宇宙给出指引，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能量吧。无论是牌卡本身的能量还是这个小物的能量，当下是哪一组呢最有吸引到你？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在选牌的时候呢，认为其中一个小物然后另外一个牌同时吸引到你，也就是2副牌的组的能量同时吸引到自己的话，那你就可以2组牌的能量都听听看然后呢选择跟自己最有对应或者是有连结的。今天呢我们在解牌的时候，我们的第1张牌呢就是一个验证信息吧，可以这样讲。大家可以通过第1张牌的能量来看一看和自己的过去是否有对应，因为第1张牌是已经发生的嘛，所以说大家可以也可以通过直接的听第1张牌嘛，来看看究竟哪一个牌组可能跟自己的情况、跟自己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最有对应的。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当下呢来自这个猫灵的简讯吧。那我们就待会儿见。
Hello，大家好，欢迎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向日葵，好，放一边。然后呢，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来自猫灵的简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我当下呢收集到你们的一个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就是说第一组牌的朋友有哪些验证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首先，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来自宇宙告诉我，来自你们的一个状况，来自你们的一个信息，来自你们的一个背景情况呢，是说，有些朋友这边其实是想的有点多啊，尤其是在这个有些事情吧，或者是对于某些状况，就是你会想很多，想的很多呢，就会，我觉得是，比方说限制你的这种飞跃。因为这是愚人牌嘛，我们今天第一张牌是愚人牌，就是说想多了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对不对？也许新的开始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就是想很多，迟迟的、犹犹豫豫的，不敢去展开。第二个能量呢，我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朋友这边想太多的能量在于说，就有些事情吧，你可能会多想。就像这个愚人牌，就这个猫猫嘛，它不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太阳的天气，就天气特别的好，对吧？但是这个猫猫戴了个帽子，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晴空万里，你却带了一把伞出门。这个伞呢，不是遮阳伞啊，这个伞是为了防雨的，也就是说，太谨慎，太小心了。太谨慎，太小心了，或者是说你这个天气明明很好嘛，然后你总觉得要下雨，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直觉有感觉，觉得会怎么样，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以事实说话，就是实事求是的去针对某个人，针对某件事情。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要去想太多，不要去过度的分析或者是过度的解读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我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在你们的能量里面有一种很谨慎的、很谨小慎微的能量。然后呢，就是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吧，因为这是一个愚人牌嘛，大牌里的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觉得在离你的这个生活非常非常近的地方，也许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所怕的是一段新的感情，也许你们所怕的是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你们所怕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完全你之前没有设计的一个东西，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什么平台呀，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吧，就是可能在向你招手，但是你又不敢去应答我觉得有一点这个能量。所以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状况就是内心一定是有火焰的，因为愚人牌是有那种跳跃的能量，对吧？我觉得你们内心有火焰，你们的直觉里面有这种有信任，然后呢，你们机会很多。但是呢，如果当前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去走入到那种我觉得是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的话，走入到一个很勇往直前或者是很舒展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如果你没有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你看向日葵嘛，那也许就是想太多就是你可能想太多，而这个向日葵也好，还是这个愚人牌的太阳也好，我都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接下来你接着往前走，我觉得你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就是生活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为大家把今天的塔罗牌先抽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灵猫的简讯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对应或者是背景的一个能量给大家做参考。看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状况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往下听，看看这个当前的这个灵猫给你的一个猫灵给你的简讯，或者是来自宇宙想要去传递给你的一个声音。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觉得完全没有对应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其他的牌组因为我们这边每一个牌组今天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来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猫灵给你的简讯。第一张牌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验证。然后我们第一张牌是金币一的逆位你看这个能量连在一起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是什么？哇，第二张牌是圣杯9。好。第一组牌的朋友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这个声音，或者是来自猫灵当前给你的简讯他在说同样一件事情首先呢，我觉得是从
很物质的层面，很具体的层面，就是想告诉你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机会真的是挺好的啊。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只要你自己不要想太多，只要你自己能够去放下一些东西，无论你想太多的原因是什么啊，也许是过去经历啊给你的一些教训经验也好，你会折射嘛，觉得过去这样，那可能接下来也会这样，未必未必，因为我们每一次遇到的人，每一次接触的事情都会不同嘛，所以我们有经验有教训，有了这个智慧是对的，但是也不能每一次都同样的去带入所以你看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呢，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机会有一点像是跟你就只隔了一墙之隔我觉得这个好的机会，或者是有人想给你礼物或者是有人想对你好或者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机会，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想要的东西，它真的就在你不远的地方我们这边是个圣杯9嘛，真的是心想事成我觉得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当前你还没有抓到它，没有真正的稳稳的抓在手里这个是当前宇宙说，就是灵猫想要告诉你嘛，这个机会是什么呢？你想太多，不就是因为害怕这个机会不是自己心里所求的那个嘛，对不对？那你看圣杯9嘛，那灵猫当前就想告诉你不要犹豫，不要想太多。你看这个机会其实还是不错的，圣杯9真的是你心心念念向宇宙可能曾经许下的一个订单或者是曾经跟宇宙说你想要什么嘛。那当前呢，其实这个能量新的开始，你看愚人牌嘛，还有金币1新的开始，虽然现在还没有抓住，但是呢离你非常非常的近离你非常非常的近。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要放下你的心防，然后呢，我觉得凡事就是想开一点，然后呢往积极的地方去想。你看太阳向日葵我觉得是相信自己。然后呢，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之所以你不敢迈出去，不敢就是去抓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害怕担责任。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错人，对不对？爱错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相信某个人，结果这个人却不值得我们信赖。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机会很好，非常适合我们，结果走进去之后才发现那个东西原来不是自己想要的，跟自己之前想象的或者是以为的呢相差甚远。但是呢，我觉得从目前的状况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当下呢猫灵给你的简讯，你的这个小猫灵无论它是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灵，还是你的守护灵兽或者是你的宠物，都觉得这个机会不错，都觉得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新的开始是一个很值得你去信任的，很值得你去真正去做、真正去要、真正去接的东西。这个是 Ace of Pentacles，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嘛。我觉得这个机会当前还在等你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这个机会还在等你。我觉得是你需要去主动一点，或是你需要去放心的去要它。你现在需要去信任，你看来自这个人他手里的这一个美食，对不对？就是你肯定是很想要的。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心心念念你看你的眼睛其实都是盯着这个小猫粮嘛，对不对？你已经看到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吃这个东西，这是你的心愿，这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你盯着它目不转睛的盯着它，但是呢就是还没有要到嘛，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去就是谨慎小心，可以多看一看，多想一想也可以，但是就是也不要错过，好不好？我觉得是第一组牌的朋友，那个能量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圣杯9在这里你所担心的，你所怕的，未必是真的未必是真的。一切恐惧或者是一切焦虑，其实都是来自于不够了解，不够，就是对它不够真正的知晓嘛。那一旦你知晓，比方说可以通过询问调查更多的去探索收集信息也许你就会不再那么焦虑，也许你就不用再那么怕了也许你就敢去抓住它，抓紧它，并且
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啊。既然想好了，我们就去做就去决定。那至于说最后怎么样，你看这个愚人牌嘛，这个结果就是让他自己打开呀，对不对？我们不要去控制那个结果，我们就是去无怨无悔的当下做好我们今天现在立刻能够做的事情。好，我们看完这个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继续来看来自猫灵的简讯。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信息是什么？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来自猫灵的简讯给第一组牌的朋友第一张牌 ，Not for you 不是你的 ，Not for you，OK。好，第二张牌是什么？第二张牌是没有完成的交响乐。来先看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牌放在这个地方 ，Not for you。让我听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一个，因为我看到这个水了嘛，这不是一场游戏这不是一场游戏。我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为了那个目标，为了那个结果，就是会比方说多个心眼想方设法呀利用什么样子的路径甚至有的时候还要走捷径对吧？甚至有些人可能会为了那个目标不择手段对不对？但是呢，当前呢，我听到来自宇宙给你的简讯我觉得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不是一场游戏。我听到其实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open heart， 意思就是很真诚的一颗心，圣杯九，很真诚的这颗心在给你东西。这个人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结果，也不是为了控制你，或者是能够操控你，或者是为了那个好处才跟你结交，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不良的目的来故意的接近你我听到第一个就是说，这不是一场游戏，这是一个真心实意的馈赠 ，a gift 金币一嘛 ，gift。什么叫 gift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做什么，但是别人给我们一个礼物这是一个惊喜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相信好的东西，对吧？相信好的，我们在讲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我们要以善良的这种信念去相信这个世界，对吧？我们可以有防御心理，我们可以去面对和处理，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有这种人生阅历的愚人牌嘛。我觉得是之前的整个周期都是你的人生经验跟智慧。但是呢，当前我是觉得，不是一个游戏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是很坦诚的在跟第一组牌的朋友在跟你们相处，或是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好处，给你这个礼物。这个就是我听到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不要 play the game， 就是你也不要去把这个当成游戏。因为我们这里金币一是个逆位嘛，可能有些朋友也看到了这个机会能够带给你的好处，能够带给你的成果，能够带给你终极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利益但是呢，宇宙当前给出的能量是 not for you 也就是说，也许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本质上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就是很坦诚有很多的那种在乎过程大于在乎结果，你们实质是这种人。但是呢，由于一些比方说过去的经历或者是你曾经那样做了，结果呢却被别人骗了，你曾经那样做了却被别人辜负了，因为这些过去曾经的经历有的时候导致呢，就是当前我们可能不再信任，或者是想去以这种策略性的东西去拿到这个机会，别人没有这个心意别人就是给你这个机会的，或者是给你这个东西的这个人呢，他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的真心错付，有的时候呢，别人也会信错我们。我们觉得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人，结果那个人是满腹的真心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那个人，其实那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想错、做错。
那同样的，对方就是另外一边啊，别人、他人也会想错、做错、信错。我们要能够去原谅别人，我们要去原谅自己，我们也要去给别人机会，我们也要给自己机会。所以这张牌我听到的就是第二个，就是说 don't play the game， 就是你不要去把这个当做游戏，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太利益化、太结果化，而是要去真心实意的去如果是真心实意的喜欢，真心实意的愿意，才能接。否则，如果只是为了利益出发，如果只是为了那个结果，为了拿到这个小吃的东西，甚至拿到吃的再咬它一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猫猫的世界一个主人或者是随便什么人，就喂猫猫吃东西，有的时候猫猫咬它一口，别人明明是好意却被你咬了，那这个人的经历就改变了。也许他之后就不会再相信别人了，也许他之后就再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做好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 ，Not for you 讲的是你不要去把这个当成游戏你不要去什么比方说有什么策略之心或者是精心策划和安排就想着这个结果这样也不好这样也不好。好，这是我们第一张牌6号牌嘛。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讲的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没有完结的交响乐我刚才讲了一个能量是说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机会在等你这个机会在等你。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已经感觉到，就是已经错失良机。这个良机就是一个时间、天时、地利、人和、愚人牌的一个逆位。也许你们慢了，你们等得太久了，你们错失了那个最佳的时候所以现在可能有一点尴尬，你去拿吧，好像有一点尴尬；你不拿嘛，又觉得有点可惜嘛。而这个 unfinished symphony 这个牌我觉得第一组牌朋友就是还是想太多我觉得你们还是想太多，就是也许你觉得对方会因为你的迟迟没有回应而怎么想你，但实际上也许这个人根本就什么都没有想，这个人就是在等着你给他回应。尽管你已经没有在那个最佳时期给出回应，比方说，对方可能在给你这个吃东西的就是这个零食给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要，那这个人可能就把手缩回来了嘛，对不对？你不吃，对方可能会误以为你不喜欢，对方也有可能误以为你不需要，对方也有可能误以为说你是不相信他，对吧？都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的小心谨慎，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呢，就是错失良机也是可惜的。可是当前呢，我觉得来自无论是宇宙还是这个猫灵给你的讯息，就是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如果你现在已经想好了，想去吃这个零食，也就是说你想去要这个东西，无论是这个机会也好还是这个人给你的什么东西也好，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礼物也好如果你想好了，你想尝试一下，我觉得有些朋友真的是想要的话那么当前呢，就是还不晚，好不好？还不晚，我们要赶紧赶紧去抓住它这个是没有完结的交响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虽然错过了最佳时期，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认为自己错过最佳时期，请你当前就是立刻马上采取行动，因为这个篇章没有完结，对方在等你，或者是这个机会在等你，所以你需要的是主动出击，不要再想那么多了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如果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但是现在你还有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无论是弥补、挽留、修复 ，OK。可以去原谅或者是谅解别人，就是在这个还没有完，还没有这个能量还没有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赶紧马上就是做自己想做的，说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对，吃自己想吃的，拿自己想拿的，不要去后悔不要后悔，不要遗憾，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来自猫灵的一个简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着抽牌，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传讯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给你的简讯。
或者是宇宙当下想给你的这个声音，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啊？我们来补足它，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当前来自猫灵的简讯，宇宙想给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重要的声音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被暴露了 ，exposed。OK，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当前呢，就是我听到就有些朋友当前就是有一点给我的感觉啊，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有一点不希望对方发现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对方看你看得很清楚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有些事情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希望能够有所隐藏吧，啊，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可能有一点想要隐藏，或者是不想被别人看到所有的一切啊，因为可能有这种 insecurity， 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因为。还没有想好，对不对？或者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不想被发现啊！我觉得当前就是说这个外在的能量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以及这个来自宇宙或者是猫灵给你的一个能量的指引，就是说你现在其实已经非常完全或者是全部的，就是对方很了解你，对方很清楚的能够知道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什么呢？坦诚能够战胜一切，不要 play the game， 不要玩这个游戏啊，不要去试图就是动一些小脑筋啊，试图去有所隐瞒呐，试图去比方说就是玩一些小小的套路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当前在这个能量里面，真心能够打动一切。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我觉得是勇敢的要。第一组牌的朋友，勇敢的要，这个人也不是说不给你，或者是这个机会也不是说不给你啊，这是你应得的 ，well deserved 啊 ，well deserved。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就是勇敢的去要自己想要的，勇敢去说出自己的心愿和想法，不要怕。而且当前呢，对方其实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能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第三方的能量。也就是外面的这个因素啊，无论我觉得是这个想给你这个机会的人，好不好？或者是这件事情的对立的另外一方，甲方跟乙方啊。如果你是甲方，对方是乙方，乙方很清楚你需要什么；如果你是乙方，对方是甲方，甲方很知道你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跟他交换，你有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他也愿意跟你去价值同等的交换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很坦诚的局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来自灵猫给你的简讯啊，第一组牌的朋友，坦诚啊，因为你已经被发现了，你已经被看到了，你被看得很清楚，对方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对方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对方知道你现在害怕什么，他真的有你需要的东西，圣杯九啊，无论你现在是想往上得到，还是说往下去弥补。对方都有你要的解药，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个最佳方案，好不好？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是良机啊，良机，不要去想太多，不要去弄巧成拙，对不对？我们只需要坦诚局啊，好运现在是站在你这边的 ，OK。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啊，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的一个简讯。我们当前的这个讯息啊，来自我们现在这个能量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来听一下指导灵啊，宇宙给你的这个声音。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的一个简讯，最后一张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传讯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好，这张牌啊。我们这是一个1/4月相在双子座 ，Speak your word into being。OK， 好，这张牌第一个能量 communication 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当前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无论你心里对这个机会或者是对这个礼物有什么样子的顾虑，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你还有什么样子的条件、诉求、心愿啊，我觉得是通过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和交流，能够推进这个事情往前走。1/4月相啊，已经一半的东西，已经有一半的这个亮度啊，就是呈现出来了。就像这个机会，对方拿出了诚意，现在我们这件事情能做好，能做成，需要你这1/2能量的补足。对方在等你，对方已经亮了他的一半，就是他已经把他的那个牌亮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你来亮牌啊。那当前呢，我们1/4月相其实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往满月在行走的一个银，我们叫那个月相啊 waxing 和 waning， 这是一个银凸里面的银的一个月相，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满，盈满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好运站在你这一边。我觉得当前是推动、扩大、发展的能量过程，所以现在的能量呢，不是去收敛，不是去收缩，不是往后退。第一组牌的朋友，现在需要你们抓住它，推进它，补足它，让你们两个人可以1+1的，就是你和他一起握手言和，或者是共同进步，一起向前，合作共赢都可以。那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通过你的沟通和交流，把你现在想去，比方说增加的，把你现在想去比方说增加什么样子的条款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减少可能的损失，这种东西啊，就是写进去，说出来，通过沟通和交流，把你的想法，你看 speak your word into being， 就把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啊。对方并没有说不能谈，对方不是说这个机会只能按照这个样子去给你。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不是手上拿了一个东西吗？也许你想要2个，那你就说呀，你说我还想要一个，对方也许就有，他再给你一个，这不就好了吗？或者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这个我不喜欢，我想吃这个红的，我想要那个蓝色的，我想要那个绿色的，也许对方也有，他就给你换一个。所以你需要去沟通，你需要有效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对方能听见。圣杯9，它真的有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你把握的机会。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当下猫灵的简讯，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声音啊，我觉得是真正的通过你的所思到达你的所说，就是你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无论是想去省略的不要的，还是你想去再多的添加的，就是从你的思想里面到达你的沟通，通过你的沟通跟对方的一个协商也好，谈判也好，或者是这个洽谈也好，对方是能够拿出，就他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拿出来。我觉得对方有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对方有，所以就是只要你说出来，你就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变成现实。而一旦你愿意，那你们2个人就会非常合拍，这个机会和你之间就会一下子对齐，能量就会一下子推进向前发展。所以这个好事啊，就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好事呢就在不远的地方，你要相信，你要勇敢的抓住啊。现在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能量里面，就是这个能量没有走啊，这个好运没有走，你们要抓住它，趁早抓住它。风向能量啊，速度还挺快的，风向能量啊，要沟通，要交流，要能够去把自己想的东西说出来啊，勇敢的说出来。那你的想法，对方现在我觉得对方盯着你，第一组牌的朋友对方盯着你，对方等着你，机会在等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好了，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去连接来自猫灵的简讯希望这个简讯能够帮助到所有第一组牌的朋友，祝大家好运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爱心，好，放一边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说，来自这个猫灵的一个简讯或者是当下宇宙想传递给你的一个声音，通过我们今天的猫之灵。
第二组牌的朋友，首先让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今天为大家抽取的一个能量收集验证牌。我们这边是一个 The Hermit， 就是隐士啊，隐士。这张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猫猫在这个袋子里，然后这个袋子上面呢有一个荷鲁斯之眼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你们应该是做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自我疗愈。或者是说你们在前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就是内缩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向外追寻嘛，去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去这个建立连结，对吧？但也会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不想走出门了，我们想待在家里静一静，我们想少说点话，对吧？我们不需要再去结交新的朋友，不需要新的事物或者是刺激，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向内，向里，或者是反省吧。我觉得是反省就是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反省可能那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啊？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能量里面，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群非常有智慧的人。生活，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是很有节奏感的啊。那么前一段时间，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比较的休息啊，自我疗愈啊，或者是说就是很多事情你们会想发生的事情你们会想，不是说发生完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发生完了以后就再一件事情再发生，不是这样子的。也许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感情里的或者是家里的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你的影响很大。你们有一点不想去就是说太多话了，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是思考思考人生，或者是思考自己究竟哪里做得好啊，或者是自己哪里做的不行啊，甚至哪里自己做的不对呀就有很多这种自我思考的感觉。而你们的这种收缩的能量，就是这个袋子里面嘛，我觉得是一种就是自我保护 ，OK， 自我保护，然后呢也是在探寻自我的内心。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第二组牌的朋友已经对就是说新的人生篇章或者是对未来已经有了新的觉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感觉，你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知道自己未来想怎么走。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感觉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些行为，对过去自己的一些选择有了很大的一种认知，新的认知吧，可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是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智慧，很多的这种思考，对自己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我觉得是很多的集中在了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所以你们当下可能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看得很淡，而且当下呢，我觉得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应该能感觉得到，就是你已经想走出来了已经想走出来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正在从这个袋子里走出来的过程你现在在向外看嘛往左还是往右现在是不是时候可不可以开始呀？可不可以出来呀？我觉得有很多这种新的可能，或者可以讲人生新的篇章。因为隐士牌的接下来就是命运之轮嘛，我觉得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很多命运给你的安排，以及你自己内心想显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陆陆续续机会的新的有意思的有创造性的，我觉得是会陆陆续续的走进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当中，好不好？这个是我读到的第一张好，这是我们的隐士牌作为今天的这个能量收集验证牌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感应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了。那么当下来自这个猫灵的简讯，或者是宇宙想给你的一个传递是什么我们来抽一下今天的塔罗牌，看一下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选择到了这个紫色爱心的朋友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猫灵的简讯，感恩宇宙。好。哇，好。我们今天两张牌第一张牌呢是圣杯侍者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圣杯骑士的正位。我们看一下这个猫灵的简讯想对第二组牌的朋友传递如何的讯息呢？首先吧，我觉得这张牌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就是这个圣杯侍者的逆位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看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当下猫灵呢，他的角度里或者是宇宙的角度里看到的是，其实你有一点点是不是过于的谨慎了，过于的这种，就是有一点不敢去结交新的，比方说新的朋友啊、新的关系呀、或者是新的机会呀。有一部分朋友这边呢，其实是可能啊，就是有一点过于的谨慎，因为隐士牌在前面嘛，可能有些朋友还在这个灵魂探寻当中，就是说，也许你对于一些事情觉得自己还想再想想，或者是还想再去考虑一下，或者是对于过去的东西还有一点执着，或者是对过去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够完全的去把它放下，就是去走入新的东西嘛。但是呢，你看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新的能量其实已经到来了。我真的觉得新的能量已经到来，但目前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猫灵的能量里面，就是你没有去勇敢的看它，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猫猫它不是它不是跑到那个厕所里去了吗？是不是它在那个马桶的水那里玩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错过机会，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啊，有很多。我觉得是你值得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跟左右，离你一点都不远啊，离你一点都不远。但是呢，如果你现在感觉到自己没有遇见他们呐，或者是你觉得根本就没有啊，是因为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要么就是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不想走出来，要么呢就是有点担心和担忧。我觉得你的内心里的那种调整还没有真正的 open， 就是还没有真正打开。圣杯侍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它讲的就是一个水元素的能量，是一个新的能量嘛。它讲的是这种内心一下子有一股这种清流涌出，你想去爱，你想去感受，或者是有人想来爱你，有人想来感受你。可是当前的逆位呢，就给人的感觉这个清流受到了这个阻碍能量，我觉得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应受到了阻碍。OK， 这个是我看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自猫灵的一个能量那这样子的能量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信息。我觉得是 Knight of Cups， 我觉得当前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目前所处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所处的一个能量磁场，比你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许你们会 judge 就是你们可能会评估，比方说某些人怎么不好或者是你们也有可能会评估说这个机会也没有怎么样但事实上就是你的这个评估，我觉得是稍稍的有一点主观的，因为当前其实你的那个就是能量并没有就是全部打开。你看圣杯圣杯侍者对圣杯侍者逆位嘛，就是有半颗心是开的，半颗心是关闭的状态。所以你们并不是一个很客观的、很这种 open 的感觉去迎接这个新的能量，有可能是新的人，有可能是新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新的机会水元素嘛，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头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还没有真正的想去拿，就是把自己就是从这个袋子里走出来。就是我想对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就是说世界很大世界很大，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看到一个不好的，比方说过去。所以你躲进这个袋子里藏起来，但是呢，世界很大嘛，你怎么就不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呢？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当前这个能量，就是来自这个猫灵的一个简讯呢，就是说，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不要因为过多的过去的经历而限制了你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可能性。我可以看到你的水元素能量当前非常的强这个水元素呢，它代表的可能是爱。它代表的可能是亲密关系，它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状态，它代表的可能是你的一种对于某些事情就是很有感应、很有感觉。哪怕有一些朋友可能这边感觉到的是一种，就是你突然一下子对很多，比方说，就怎么讲呢？就是你很有感应这边有一种 psychic 的能量，就是水元素嘛，就是你的直觉性非常的强。你以前可能不觉得，以前你可能见到那个人、见到那个事，你就是没有什么感应，但现在你就会感应非常的强，你可能就会知道就不说你都知道这个人现在情绪怎么样，不说你都知道这个人现在是怎么回事，或者你能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个人哪里不对劲。这个东西是你通过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我觉得是思考也好
这种领悟也好，就是得到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得到就结束了。我觉得很多经验、智慧的，包括一些你感应到的东西，包括道理啊，经历和教训，它需要去实践。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吸收，通过实践来真正的验证你的感悟、你的感应，你所学到的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是对的。所以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这边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猫灵的简讯很大一部分的程度是在鼓励你走出来，是在鼓励你去再一次的勇敢的去爱，再一次的勇敢的给出你的爱或者是你的能量，这个是需要智慧的。因为只有你真正的有这个智慧，你才能够看得懂，你才能够看得破，你才能够在行动当中，我觉得是有的放矢。也许曾经我们的爱有一点盲目，所以导致我们有那样子的经验。但是当前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爱无论这个爱是给谁，我觉得你的爱会更加的有智慧，就是你更加知道谁值得，谁不值得，以及你知道如何去爱。这个给出爱也不是说盲目的一味的去给，这个给出爱可能它也有方法，它也是一种艺术，它也是一种创造。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在升级，而且这个升级呢，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感应得到，也许你现在觉得没有升级没有变得更多但事实上有。而且当前呢，我觉得在你的这一股能量里，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跟人有关的，跟情感有关的，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这一股能量，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宇宙可能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经验和新的体验或者是新的人，来让你感受到，也许跟你之前所体会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面。所以我觉得这边是需要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勇敢一点你看我们这两张牌都是这个猫猫把头扎在这个，你看这个是扎在那个马桶里，这个是扎在那个花盆里我就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一直把自己就是藏起来，你一直把自己的心藏起来，你可能会错过你可能会错过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OK， 这个是我看到这个猫灵或者是这个宇宙当前看到你的生活给出的一个能量的我觉得是一个简讯吧，好不好？然后我们接着看，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猫灵的简讯，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想告诉你、想传达给你的一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自猫灵的简讯还有什么内容？好，感恩。好，第一张牌呢是呼吸breathe，第二张牌是 a change in the wind。OK， 好，那看一下这个猫灵给你的简讯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呼吸这个呼吸牌，我觉得这个呼吸牌很有那种感觉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猫灵就是他的角度，就觉得你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现在状态很好的我觉得你现在的调整也非常的到位。那么你现在生活想要把它变得更好，或者是如何让自己感到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快乐呢？那么这个方法来自于你要慢慢的去适应，我觉得是新的节奏。这个呼吸牌有很多的能量是在讲带入和吐出嘛，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疗愈是相当到位的，你们的自我调整是相当到位的所以呢，我觉得当下更多的是一种调节。调节什么呢？我觉得是把自己的心调节到一种状态，就是你愿意去走出来，你愿意去相信，你愿意或者是你可以去连接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呼吸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一个节奏，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打开人生新的篇章，去拥抱新的感情，去拥抱新的人际关系，让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你想一想，谁不喜欢身边有亲人有朋友，谁不喜欢
能够有这个几个真的是非常惺惺相惜，哪怕是灵魂伴侣这样子的一些人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呢？是不是这种快乐、这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呢，其实在这张牌里呼吸，我就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当前呢，其实这个猫灵他真的非常看好你，非常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快乐、勇敢，让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我觉得是调整出来。因为他觉得你完全可以做到。那么第二张牌呢，就是说，那这个做到怎么样去让自己调整呢？我觉得是go with the flow。其实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能会就是只要你用心看。用心去体会，你就一定能够感觉到生活当中有一些变化，在陆陆续续的进入你的身边，陆陆续续的走进你的身旁啊。那么这边呢，这个变化，你看 a change in the wind， 风向变了，风向变了啊。可能之前如果你说遇到过一些很小气的或者很自私的人那这个风向一变，你接下来遇到的新的朋友，或者是能够连接到新的关系的话，可能是一些非常support， 就是非常支持你的，非常喜欢你的，或者是那种很坦诚、很坦率的一些人因为我这边看到是圣杯骑士，对不对？所以有可能这个人真的是你的灵魂伴侣，或者是就是跟你两个人可以去做到惺惺相惜，或者是能够做到去相互考虑，为彼此考虑这样子的感觉。而且呢，我也觉得就是有些关系就是缘分到了。机缘到了，两个人就是一拍即合，无论是爱情里的还是说这个友谊的，还是在工作上的事业当中的就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人，可能就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契合，非常的合拍，一拍即合。两个人的关系可能还没认识很长时间，但是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个人比所有的人，或者是比之前认识你很久的朋友都要更懂你。都要更加的，我觉得是能够去说一些，别人可能没有办法让你说得出口的那种真心话。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人，你看我们今天是12号牌嘛，1+2=3，我觉得你跟这个新的，我们可以讲叫做opportunity， 就是你跟新的机会，这些人或者是这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说，或者是你跟很多人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创造的机会，你们可以让这个感情走得更加的深入，你们可以让这个友情达到新的高度，你们也可以让这个，比方说如果是 business 的话，就是生意上的东西的话，也许你们会让这个生意做得很大，做得很长久，对吧？很多事情就是如果你相信，如果你愿意，我觉得就是那种回一个头勇敢的探一个头也许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其实它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就是你要相信它就会有你要相信它就会有。所以我这边可以看到有些朋友可能在这边可能会比方讲我看到房子嘛，也许你们会建立自己的家庭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新的关系或者是新的机会让自己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好对不对？也许你们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朝向，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 north， 有一个 south， 对吧？就是这个所谓的北方是我们追寻的那一个终极的那个方向所以呢，你看月亮代表我们的直觉，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改变风向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运势，让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步的这种提升和跨越的感觉。这种提升是真正对齐你最理想的生活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还是非常 positive，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乌鸦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的一个简讯我们这副牌里面来自猫灵的一个简讯，想要传递给你的能量还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呢？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 growth。OK， 这张牌这张牌说的是什么呢？这张牌讲的是猫灵的简讯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需要成长，或者是说你接下来从现在从当下到
未来的一段时间，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你也需要让自己成长起来。这张牌啊，你看我可以感觉到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呢，这里有一个乌鸦，对不对？就是感觉到它还小，没有很大。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小猫，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小猫。就给人感觉就是可能过去的你有一点弱弱的，有一点，比方说还小，就是有些事情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或者是过去的你有些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你还不懂嘛，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是猫灵的简讯，希望你能够了解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经历的，就是从不懂到懂，从没有经验到很有经验，到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害怕，到因为有经验，因为很懂，因为知道，所以变得非常的勇敢。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当前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让自己停下来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比方说过去你是不是跌了跤啊，是不是遇到挫折呀，是不是被拒绝呀，或者是有一些很尴尬的事情啊，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些让你觉得非常难以接受的人呐，不要因为这些不好的过去影响你当下未来的成长这个经历啊。我觉得是把过去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啊，我看到这个隐士牌嘛，还有是个圣杯侍者，就是让它停下来，不要让它再继续的成为你的一部分。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现在猫灵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要拨开这个过去的云雾，走入新的人生的大陆啊！你的新的人生大陆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这个猫灵的能量你可以看到，你即将走入你人生的春天。你即将走入你人生的春天，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啊，我觉得是有很多的美丽的风景，有很多新的机会，甚至我还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是 team 啊，你看这个小乌鸦，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跟你是有一点类似的，可能跟你的过去经历和经验也是有点类似的，他们可能甚至还飞在了你的前方，他们先飞起来了，他们甚至在等你飞起来。于是你可以加入他们的团队，于是你可以遇到他们，跟他们一起飞翔，一起去，比方说去往你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因为有的时候第二组牌的朋友，无论你是想成就你的家庭生活，无论你是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是说你想去投资创业，或者是你想去完成你的梦想和目标，你都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跟你想法相似的人，有很多跟你类似的人，他们都在这条道路当中去追寻自我、成长自我以及成就自我。而你要做的就是勇敢的选择，就是跟你的 True North， 就是你真正的内心所对齐的那个方向，在这条最准确的、最对的方向里面，你将遇到最准确、最对的朋友，就是你做了你自己最真实的那个一面，你就能够在这条最对的路上遇到跟你一样的想法的人，那么这些人才有可能成为你真正的灵魂伴侣啊、家人啊、朋友啊、恋人，对不对？这才是最对的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将遇到很多新的事物，有可能是新的环境啊，比方说新的这个 city 啊，可以去看新的城市，有可能会看到新的这种风景 scenery， 对吧？你看这个植物风景，你也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很多，你看跟你类似的朋友，跟你类似的人啊，这些人跟你有些地方不一样，有些地方又很像，所以这条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很精彩，会让你觉得很好玩，会让你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孤单。有很多人陪你嘛，这个我们人呢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啊，只有当你遇到真正跟你很类似啊、志同道合啊、谈得来的人啊，你才会真正的感觉到不孤单。不是有的时候因为人多才觉得不孤单，有的时候如果这么多的人都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你，你会感觉到更孤单、更孤独。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自猫灵的简讯，我觉得你要勇敢的大步的迈出去。你看这个小乌鸦就是要飞嘛，你要开始试用或者是试行你的背后的翅膀，
你要相信自己可以飞起来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啊！这个翅膀都已经长好了，你看隐士牌，这个翅膀都长好了，这个智慧都已经在你身上了。那么接下来的人生篇章是用它、实践它，去让它帮你、带你就是完成你的目标，实现你的心愿，看你想看的人和事，或者是人和景。好，那我们今天总结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能量啊，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来自猫灵的简讯，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讯息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来自猫灵的简讯给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感恩宇宙。你看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是 Full Moon in Libra 啊，这是天秤座的一个满月 ，Find a balance， 找到一个平衡点。好，这张牌呢，我觉得有好几个能量可以跟大家说啊。首先呢，来自猫灵的简讯呢，它是在讲，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就像我刚才讲，你不是人生开始走入春季嘛，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一路啊，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一路都在向上，你的能量、你的运势从现在开始一路都是向好的，都是向上的，因为你在走入一个越来越光明的能量，满月嘛，对不对？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满，越来越全。它的能量是在向上的，你的运势是在向上提升的。OK， 所以在这个向上的能量磁场里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好好把握，好好的去抓住它。一路向好啊，这是一个趋势。那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秤座的能量啊。天秤座能量本身呢，它就是非常强调一种，我觉得是连结。天秤座是开创星座，它是有这种很强的去向外的能量的，就如同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目前猫灵的简讯都是就是鼓励你嘛，或者是有一点敦促你，包括这个飞起来，就是向外走入人群。你看啊，你之前的能量就是这个隐士，就是把自己藏起来、躲起来，自我保护、自我调节、自我醒，就是自我感觉、自我感悟，对不对？可是目前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啊，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其实我觉得当前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天秤嘛，要走出去，结交新朋友的时间到了啊，结交新朋友，然后呢，就是去连接，或者是再次的去连接。就有些人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那么这些人呢，他可能是关心你的呀，可是你之前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就是你没有跟他们去联络，所以我觉得天秤座是再一次去联络你的老朋友，你相信的人，也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能量磁场就是让你去结交新朋友，而且你很有机会结交到很好的人。那天秤座还有个什么能量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谨慎的、权衡的。比较的，然后呢是做决定。天平的能量绝对不是一个就是很 impulsive， 就是那种很冲动的那个能量一来就怎么样，不是。天秤座的能量是他要多想想，他要多考虑一下左看看右看看，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比较一下，衡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所以天平的决定其实要么就不做，要么一做呢就会非常的坚持，而且是坚持就是时间还挺久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天秤座的人就很固执嘛，对不对？他的固执来源于哪里？就是因为他之前想了很久了，他已经不固执很久了，所以他一旦想好就会固执。那也有可能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新朋友或者是一些能量可能他们本身自带的有很多天秤座的能量，我觉得是比较优雅的，是比较中和的，就不是那种很激进的，它是比较中和平和的感觉。那么在天秤的能量里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生活将进入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或者是你正在寻找你生活的平衡。什么叫生活里的平衡？我们生活里可能会很多的方面，我们最基础的可能是生存，然后呢，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然后呢，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也需要感情，我们也需要家人，我们也需要朋友，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往上，往上，往上。而平衡的生活是什么呢？不是一味的只追寻物质的东西，也不是一味的只追寻精神的东西，而忽略了物质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身体。在天平的能量里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我刚才讲过，其实你们会慢慢的开始去走入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最佳的，或者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里去。这个状态里，它一定是生活当中，就是每个层面、每个方面都会被你照顾得到。它并不是一个很激进的三角形，就是我只是朝向这一个目标去走，而是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会像一个圆形一样，我觉得是很平和的，就是每个方面你都可以有一点。每个方面你都会去照顾一点，所以每个方面都会给你相对应的回馈和给你对应的奖励。你会在生活的这个层面里，我觉得是美滋滋的啊，美滋滋的往前走，美滋滋的去成长，去经历，去体会。所以我觉得你的生活在接下来，应该是一个一片向好的感觉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所以呢，请大家勇敢一点，走出来啊，走出来，你接下来的能量，你接下来的运势啊，是会有利于你的啊。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连接所看来自这个猫灵啊，想要给你的一个简讯。希望所有第二组牌的朋友呢，都能够接住这个好运，走出自己精彩的一个篇章。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啦，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青蛙王子青蛙王子。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来自这个猫灵的一个简讯或者是宇宙当下想要传递给你的一个声音。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收集你们的能量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个我们的能量验证牌卡上面呢是这个 Knight of Swords， 就是宝剑骑士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出来以后呢，我觉得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我会觉得你们的这一段时间挺有活力的，而且很多事情呢，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就是很快。你们可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或者是有好几个明确的目标，你们在想抓住，想要去争取，又或者是说你们很想去，因为毕竟是风象元素嘛，可能你们想去表达，想去获得理解，想去让别人能够了解到你，或者是你有很强的一个想去探寻，想去收集信息的这种冲动或者是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逆位呢，表现在哪里呢？我会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如果当前来到了这一组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之所在。这些问题呢，有可能来自于当前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比方说，你很希望团队里的人都能够去听你的，都能够去同意你的观点，或者是你很希望自己的一个想要去做的一个解释，对方能接受。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希望对方能够跟你想法一样；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希望对方能够去原谅或者是任何的一些事情存在沟通的但是呢，我会觉得说这个逆位就是感觉到效果不佳，甚至还会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当前可能就是你感觉到对方或者是周围的人没有特别的，就是与你的想法一致，可能会遭到一些别人的非议，或者是说周围的人就是没有特别的去赞扬你、赞美你，你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你可能觉得自己说的也很棒，但是呢，这个效果效果不佳。你看我们的宝剑骑士是个逆位，效果不佳。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比较的极端，或者是你采取的方法非常的激烈，然后呢，这种回应比较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比较多的话，甚至有些朋友现在可能都面临了一些混乱比较乱目前比较乱，你可能自己也觉得是一头乱麻的感觉这个是宝剑骑士让我听到的信息。那这样子能量呢，就是会给第三组牌的朋友觉得造成了一个
感觉，就是说，也许你之前挺好的，但目前呢就没有那么好，就好像这个猫猫嘛，它跳得很高，抓那个东西呢，就有可能一下子掉下来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当前呢，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啊，或者是这种心态，觉得说怎么一下子自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啊，没有之前那么红了，没有之前那么的受人欢迎了，没有之前那么的好像对方没有给你那么好的回应了 ，OK， 或者是说你可能就觉得说，目前就是沟通啊，我觉得是一种受阻的感觉。这个受阻呢有2种形式，第一个受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觉得说是因为比方讲对方对你比较冷淡啊，对方很冷淡，或者是别人给你的感觉很冷淡，那么有可能呢，就是你自己可能有一点过度自信，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之前的沟通啊，让别人觉得你好像不想对你讲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沟通其实它不是说话，它是一种认可。那也许因为他们现在不认同你，所以他们呢可能是不想听你讲，或者是说他们不想跟你说，也有可能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不认同别人，所以你不想多说，你不想多解释。那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沟通啊，现在是有一点就是堵住的感觉啊，没有那么的顺畅，感觉到2方的势力啊，一边是你，一边是另外一边，2方的势力现在是一个很僵持的状态。OK， 这个是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收集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验证。如果说你认为自己目前有这种情形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来自猫灵的一个简讯啊。如果你觉得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可以换一组牌来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开始了，我们来抽今天的牌卡。首先呢，我们来抽的是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的简讯是什么。来自猫灵目前想要对你的这个提点，或者是来自宇宙想给你的一个声音啊，我们来听一下。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啊，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青蛙王子的朋友啊，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给你的简讯，感恩宇宙。好的，这张牌哦 ，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的逆位。好，然后呢，权杖国王的逆位。好，2个国王啊。好，猫灵给第3组牌友的简讯是什么啊？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圣杯国王的一个逆位啊，就是让我看到的是有一点情绪化的你啊，有点情绪化。我觉得目前呢，猫灵想给你的简讯就是，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没有去怎么讲呢？就是你们可能非常的聪明，你们也许非常的有能力啊，或者是说你们对于自己的计划行动力也非常的强。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你目前的状况和情形里啊，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做成，如果你想更加接近你的理想状态，或者是你的目标、你的心愿，那么你需要加入水元素。圣杯国王的逆位，我觉得当前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猫灵拿出来的能量是你缺乏这股水元素的清凉、滋养、滋润。无论是风元素还是火元素，它都是比较干燥的一个感觉，而水呢能够滋养万物。水元素的国王，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面加入水元素，能够让你们好运连连。这个水元素在于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是要能够去理解别人。什么叫理解别人呢？就是这件事情，也许你说的都是对的，也许你的逻辑对，你的分析也对，你的计划也很好，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你是完全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计划、去考量的话，那么呢，你有可能会感觉到这种好像是一个人在使劲。这样子的感觉呢，我觉得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水啊，能够把大家都包进去嘛。我觉得是
你的这个东西挺好的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但为什么就是周围的人没有进入你的这条船呢？啊，我们把它比作一条船好了。为什么大家没有在你的这个船上？为什么大家不听你的？为什么大家不想去听取你的这种很好的建议呢？我觉得在于说情感的交流当前是匮乏的。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啊，就是你说的再对，别人如果不想听，你说的这个对的话语没有意义。有的时候呢，也许我们不一定永远都要求取最对的和最好的，我们要的是相互理解，共同生存。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圣杯国王，我觉得这张牌的逆位在于说，猫灵想要目前吧想传递过来的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能够温柔下来。温柔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同情心。这个同情心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一下他的难处是什么，他的顾虑是什么，他为什么不愿意，这个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啊，可能仅仅是因为，也许对方没有那么聪明，也许对方不想花那么多时间，也许对方不想做的那么快，不想做的那么好，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圣杯国王是非常多的在强调着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就是你当下如果遇到了阻碍，如果你当下遇到了什么坎坷，如果你当下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去推进，不能很好的去沟通和表达，那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圣杯国王这张牌啊，我觉得是这个，你看这个海豚嘛，只有你能够深深的潜入进去，就是那个海豚它可以潜到很深的水底下啊，然后呢它就跳出来，很开心，对不对？我觉得是海豚也是很多海豚一起嘛，也不是一个海豚，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也许你需要调节目前的一个气氛，不再讲道理，不再提太多的建议，而是去调节这个氛围啊，跟大家打成一片呐。大家是有吃有喝有笑啊，能不能不要什么时候都在谈工作啊？能不能不要什么时候都在谈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呀？能不能够多沟通一下情感，多联络一下感情呢？啊，周围的人他们的工作情况、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的小孩、他们的父母都是怎么回事呀？你知不知道呢？再来，你的身边的周围，你就是爱你的人，你爱的人，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觉得有一些很深度的情感的话题啊，目前呢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所需要的，看起来好像跟你的目标，好像跟你的那个想要去追寻的结果毫无关联，但是事实上呢却非常的重要。OK， 所以我觉得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青蛙王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要要青蛙变成王子嘛，对不对？你们需要一个很大的 transformation， 一个完全改变思路、改变角度的一个方法，去达成自己的目标。当你是青蛙的时候，也许就是别人看不到你啊。但是呢，当你变成了王子以后，也许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多别人对你的兴趣，对你的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提议感兴趣，那大家才能一起坐下来谈嘛，是不是？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很大的改变，需要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去应对，你们去应用啊，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一种方法，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而是加入另外一个元素，加入另外一个方法，或者是加入另外一个方式来达成你原来的就是那个目标。那么第三张牌呢，我们这边是一个权杖国王的一个逆位嘛，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就是你不想改变，你不想加入这个水元素的话，或者是你不想去跟他们联络感情哦，我觉得当前就是你需要注意的啊，猫灵给你的这个简讯就是小心你的目标达不到。OK， 我觉得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做成的这件事情呢，可能真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要完成的这个事情需要很多人都进来，就像我刚才讲，很多人都要上你的这条船。一个船要走得远，一个船呢想要去航行的很远啊，达到那个高级的目标、远的目标的话，是需要全船的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其责，然后呢再听上总指挥的一个方向，
这样子呢，所有的人齐心协力啊，才能够让这个船走得稳啊，走得远。同样的道理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无论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能量是有关于你的家庭的也好，你的感情的也好，你的工作的也好啊，你学业的东西也好，我会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因素，全方位的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个时期。你不能够一个人玩，你不能一个人做，你不能一个人开这条大船，你需要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啊一起同心协力，才能够使这个目标达成，才能够使你的目标达成，才能够让你成为这个国王，或者是成为这个船长。这个呢，就是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猫灵啊看到的一个能量啊，想要去成为这个猫界的老大，或者是想要成为你现在就是你说了算，大家都听你的，你需要动脑筋，你需要用心，可以这样讲，动脑筋，因为需要用心，只有用心、用真心、用情感，才能够去打动他们，才能够让你的这条船，我觉得是继续远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塔罗牌里的一个能量，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猫灵的简讯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再看，我们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猫灵的简讯给第三组牌的朋友重要的指引，或者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声音啊，我们来听一听。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给第三组牌的朋友，选到青蛙的朋友啊，感恩。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牌卡。首先第一张牌呢是 Building Blocks 啊，这个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基石，就像我们建房子的那个砖啊，那个砖就是这个 Building Blocks。然后呢，我们这边第二张牌呢就是这个灵魂伴侣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猫灵的简讯。首先呢，第一个能量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猫灵想要给你的这一个讯息呢，是说，我觉得你需要去往下看。我刚才讲过啊，就是这个宝剑骑士嘛，这个猫往上扑了以后就会掉下来嘛。其实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那个 tower 的感觉 ，tower 那个逆位的感觉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我们的方式建造，越叠越高，越做越多，越走越远，不代表做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最正确的。就像这个基石一样，我觉得当前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建造做到一定阶段，你发现怎么就没有得到好评呢？怎么就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同呢？怎么就自己不能再继续往前了呢？那一定是过去做的事情，或者过去什么地方做的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其实来自宇宙的一个讯号啊，就是这个猫灵的简讯，我觉得是我听到的能量是要自查 check 要做一个自查，查的是什么呢？就是检查自己，检查自我。也许过去曾经有些朋友啊，就是有些地方你忽略掉了，你也许忽略掉了别人的那种某个眼神呐，你忽略掉了可能某个人其实非常的不开心啊，但他还是听了你的话呀，或者是你忽略掉了别人的情绪呀，这些东西也许你可以忽略掉一次，但第二次你再忽略，也许他们就不会再依你了，就是不会再听你的了，不会再允许你这样子。而这个 building blocks 给我的感觉，这个基石就是你需要回到最基础的地方。如果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听到内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比方说公司里的一个这个 management 就是
中间啊，在中间，或者是你是这个团队的中间人物，或者是这件事情做到了一半，做到中间，你需要回头看，不是往前看，不是继续走啊，是回头看看最初的、最基础的。比方说你团队里的那些平常被你忽略掉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他们有什么样子的疑问，他们有什么样子的顾虑，也许你需要回到最初开始的啊，比方说你之前的就好像讲那个基础知识，也许是不是什么地方你没有学得非常的完满，所以呢导致你现在学到深的地方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再过不去了。有的时候啊，比方说我们学的那种课程呐，或者是一些科学的或者是一些要算的，包括实验的就是可能会有这种瓶颈期，就过不去了嘛，就卡关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方法就是在这个瓶颈期卡住的地方，我是觉得当前呢，这个猫灵的简讯是让你回去，就是看最基础的，检查那个最一般的、最底下的那一层。能够使第三组牌的朋友能够使你们突破能够使你们跨越，能够使你们解决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能量猫灵的简讯，第一个就是要自查了，而且是往回头查，查那些最基础、最简单的，查你周围最不起眼的那些人，查你身边最我觉得是容易被你忽略掉的一些事情，那些细节的东西，能够使你成功能够使你成功。那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灵魂伴侣我听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需要去找到那个最喜欢你的人。什么叫最喜欢你的人呢？这个喜欢不是说怎么讲什么叫灵魂伴侣吧？我们可以这样先来说灵魂伴侣呢，其实是在灵魂的层面认同你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是做事的方法、沟通的方法，或者是表达的方式。有些人呢非常的外向，有些人呢非常的内向，有些人呢非常的在乎面子，有些人呢根本不讲面子，有些人呢非常的在乎人情，有些人呢不近人情。而第三组牌的朋友我听到的这个猫灵的简讯，它讲的是你需要寻找到在最核心的地方和你最契合的人，他就在你的身边。如果说你需要很多人来上你的这条船，你需要很多人呢跟你一起同心协力完成这个项目的话，那么你需要找到一个最拥戴你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灵魂伴侣。这个人就在你的身边，这个人就在你的左右，他也许也有些地方不同意你，或者是不赞同你，或者是也觉得你做的不好，也觉得你做的不对，但是他能够读懂你的内心里的本质。其实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心是好的，也许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船能够开得远，能够走得很久，也许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家最后都能满意，实现他们的目标，实现你的目标。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和我们在讲都是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的，对不对？所以呢，你需要找到一个拥戴者，这个拥戴者呢，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他是心里赞同你，口头上可能会说你，甚至这个灵魂伴侣还是那个当前最反对你的那个人。他反对你不是因为他想就是把你拖下来我听到是这个人，他如果反对你的话，也许是他希望你更好，他希望你最好，他非常的认同你，但他不希望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就是阻断了你去追求你的这个梦想，阻断你去比方说进一步的去加强你的这个信仰。他想让你成功，他想跟你一起成功，他想看着你成功，他想成为你成功的我觉得是你的这个成功的时候，就是身边离你最近的那个人。 OK，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第三组牌的朋友真的是一个联络感情的时候来自猫灵的简讯，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现在呢，不是事情很重要，不是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人很重要人很重要，情很重要，情感很重要。
只有他们喜欢你，或者是只有他们真的认同你，并且理解你，灵魂伴侣、灵魂层面的认同，真正的认同，才能够使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是渡过难关，突破重围，超越极限，使这个大船继续向前推进，使这个项目继续向前推进，使你能够继续的去追求你的一个目标，实现你的一个梦想。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看到了吗？现在的能量是不是这个猫灵的一个简讯能不能对应到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呢？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在这个方面人情的方面想过考虑过呢？ OK，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是疏通感情、联络感情的关键时期。目前第三组牌的朋友有越多的人喜欢你，有越多的人赞同你，有越多的人呢理解你，你就会越成功。无论这些人来自于你生活的哪个方向。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猫灵的简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简讯给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来问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给到第三组牌的朋友，感恩宇宙。哇塞 ，dominance 这个是什么呢？有点像是dominance 就是那种占有或者是那种非常强势的一个感觉强势的占有，可以这样讲。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就是目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所处的这一个环境，你们所处的这个状况其实呢我会觉得就是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 dominance 就是强行的占有或者是比较强势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我感觉是你们因为我这边感觉到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过度的自信，这个宝剑骑士的逆位嘛，过度的自信，过度的自我有点看不到别人，有一点感受不到别人的那种不舒适、不舒服，或者是那种不满。我会觉得这个 dominance 讲的是你们有一部分的朋友50%、50%甚至是更多，也许当前有点强势的人是你那如果说目前在你的人际关系圈里面无论是家庭的、情感的、工作的还是什么，就如果说你非常的霸道，非常的就是让别人非得听你的，或者是非常的不管别人怎么想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其实最终害的是你们自己。因为我这边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灵魂伴侣在你身边，你可千万别错过呀。那如果说目前的这个霸道的人不是你第三组牌的话不是你是别人的话，那么目前你要注意的就是别人对你的霸道，你需要勇敢的发声，你需要勇敢的去拒绝，你需要勇敢的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一个好的关系或者是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圈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无论谁有这种霸权主义，你或者是别人，这个关系都不会好。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和交谈，或者是这种交际就是要那种君子之交，大家是相互的相互的信任，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支持，才能长长久久的陪伴。第三组牌的朋友，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回到第一张牌28号牌嘛，就是自查。如果你是那个强势的人，你现在就必须得变了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猫灵就是你不能这么强势，你不能这么霸道，你需要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那如果说你现在遇到别人对你的霸道，别人对你的霸行，那么你就需要去推开他，你就需要去划清界限，你就需要去勇敢的为自己发声，而不是让这个人霸权你，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关系才能够和谐，才能够走得久。我们这里是这张牌，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啊，目前的这个状况，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有人不愿意，对吧？有人不愿意，有人不开心，有人不想这样子，那我们就得，我觉得是要么你配合他，要么他配合你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来自猫灵的简讯啊，这个简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猫灵给你的这个简讯，来自宇宙给你的声音。好，我们的这张牌是这个啊，来3/4的月相在水瓶座，4/3的月相在水瓶座啊，首先呢，第一个能量啊，4/3月相的这个水瓶，我觉得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能够有一个心理准备，凡事啊都是周期性的 ，OK。有些事情呢，到目前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身边还有周围的一些人呐，就你们的关系、你们的情感，我觉得是首先要能够允许它释放。释放什么呢？我觉得是释放掉一些怨气，释放掉一些不满，释放掉一些情绪。情绪需要释放，情绪啊，最怕的就是堆积。情绪堆积狠了啊，就是无论是你还是别人，就是不开心，然后呢又不说，时间久了是会生病的。那么这样子一定是不利于这个事件的推行，不利于这个项目的推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释放，4/3月相的这个水平释放。而且呢，当前我还听到一个能量，就是因为我 dominance 嘛，这个很强势的一个能量啊，有 dominance 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要放手。也许目前你们的关系里面，或者是你的这个人际圈里面，就是需要你们相互给彼此更多的空间，不要强行的要他做什么事情，不要强行的别人强行的要求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做就好了。我觉得要给彼此足够的空间，给彼此足够的这种时间来释放掉情绪，释放掉不满，要能够有一段时间去疗愈，有一段时间就是不需要再走这个人际，走这个人情，或者是说有个人需要闭嘴，说简单一点啊，就是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提建议了，不要再提要求了，因为大家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临界点的状态，都要崩溃了啊。所以我觉得首先是4/3月相水瓶就是这个能量，我觉得是要重新拿回彼此的独立性，彼此的空间，彼此的时间，让每个人啊在这个环境里面都能够去呼吸，都能够去调整，都能够去得到释放和疗愈。那么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状况，第三组牌的朋友，他需要先往下，再重新开始。就再说简单一点啊，可能这个关系呢，可能是我们在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先开始不认识，然后认识，然后是了解，然后成为好朋友，然后关系非常的好，然后是非常不满意，可能分歧，然后不满意，然后最后分道扬镳。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都冷静下来，好的人，真正的灵魂伴侣是不会离开的，是不会轻易走的。我觉得当前的第三组牌的朋友是很需要这个疗愈的空间的。只有当你们两个人都疗愈，或者是当彼此双方，或者是好多人都能够去冷静的站在另外一方的角度去思考、去考量、去考虑，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收获到就是剩下来的最精华的部分，剩下来的最真心的朋友，剩下来的最挺你的哥们儿，或者是最挺你的姐妹，他们才是你真正的灵魂伴侣。所以当前其实也会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在精简你们的团队，精简你们的圈子，精简你们所谓的朋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reflect 就是能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谁才是你最重要的伙伴，谁才是你最重要的爱的人，
谁才是真正的你的灵魂伴侣。只有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筛选和我觉得是过滤的这个过程，才能够让你们的圈子，让你们的人际环境人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纯粹，变得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有质量。这样子沉淀下来的我觉得是萃取出来的，是团队也好，是家人也好，是朋友也好，才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能够陪伴你们最长长久久，最能够去挺你、支持你实现目标和理想，最能够和你一起在你的这条船上陪你远行的人们。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到来自猫灵给你的一个简讯那么希望这条讯息呢，希望来自宇宙的这个声音呢，能够帮助到当下第三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呢未来越来越顺利。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